重生后我忽悠未来世界首富、哈佛大学校长登门拜访。我要让 TT 既是通讯工具，也是应用商店，还是高度集成的游戏软件、直播、购物、交友为一体的应用，并且能做到极致。我要让它在霸国成为不可替代的存在。老板，你既然有想法了，那一定有解决方案了吧？接下来，我要以 TT 为基础开发一种名叫小程序的功能，然后把 API 开放给各公司的程序员。三金详细介绍了上一世小程序拥有的所有功能。老板一个人抵得上整个互联网行业所有顶级产品经理的总和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花吗？老板，你真是个妖孽啊！想学吗？我教你啊！我要是能学得会，几年前还至于把企鹅给卖了吗？老板，有个人在咱们这边守了好几天了，说希望有机会跟你见一面，无论见面地点是大夏还是在法国，无论什么时间都可以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马斯克，我也没太记清楚。是不是埃隆·马斯克？没错，就是这个名字。Boss， 你跟他很熟吗？不是一般的熟，这可是未来的世界首。突然，三金脑子灵光一闪，现在好像正是马斯克要把 PayPal 卖给 eBay 的关键时间点。上一世埃隆·马斯克最出名的成就就是太空项目和特斯拉电车了。何秘书，你安排我们见面吧。老马，你觉得马斯克找我是为了什么？应该是想把 PayPal 卖给你。他怎么知道我肯定会买呢？不要忘了，我们自己本身就有支付宝了。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提醒你一下，霸国互联网起家的大牛都是半资本出身，他们的创业者比我们的创业者要更懂资本操作。我明白了。首先，马斯克想多找几个买主，争取最大利润，而您就是潜在买主之一。其次，他来找您谈收购，无论成功与否，都可以对外放出烟雾弹，号称心愿资本有意收购 PayPal， 这样能抬高 PayPal 的身价。所以只要能见到您，无论成功与否，他都稳赚不亏。你分析的都对，但还有重要的一点，我猜已经有买主想收购 PayPal 了，他来跟我见一面，能给买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，从而得到额外的溢价。您分析的非常深入，我觉得有80%的可能。如果我说我能100%确定，你信吗？打赌吗？就赌 PayPal 是不是骑驴找马？你赢了给你1%的新讯股份，我要是赢了，你给我1%。就算是马斯克真的在骑驴找马，那也绝对不会跟金总承认这件事的。我是稳赢了，行，我赌了。当马斯克得知三金愿意见自己后，得意极了。eBay 咬死了15亿霸国币不松口，只要咱们这次能碰瓷三金，那咱们的价格涨幅起码是5到10亿霸国币。要是三金对 PayPal 也有收购意愿就好了，他可是土财主，攒了他个几百亿霸国币他都不心疼。三金有类似业务，收购的可能性不大，即便真的想收购，恐怕也开不了比eBay更高的价格。三金可是出了名的精于算计。eBay 那边会不会也这么想？放心，eBay 又不是什么专业大资本，他们做不到这么深入的分析。还是你小子老谋深算，不但算计三金，还算计着eBay。几个小时后，马斯克见到了三金。三金先生您好。你好，你做的 PayPal 我看了，还不错。我经常跟马福报开玩笑说，霸国的 PayPal 都快赶上我们的支付宝了。在电子支付领域，我们还有很多要向贵公司学习的。不知道马斯克先生这么锲而不舍的想见我，是为了什么？金总，其实我这次见您，是希望 PayPal 与新讯公司能有机会进行合作。在支付领域，我从来不喜欢跟人合作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方案，你把 PayPal 卖给我如何？马斯克蒙圈了，在他看来，三金是不可能收购 PayPal 的。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我想收购 PayPal， 单纯只是想把它加入到支付宝的名下，成为支付宝的一个支付渠道而已。你直接报个价吧，够便宜我就买，太贵就算了，反正是可有可无的东西。金总，我的预期价格是25亿霸国币。呵呵，近200亿大夏币的价格，让我买一个鸡肋产品。马斯克，你还真敢讲这个价呀？PayPal 绝对值这个价。您是做互联网产品起家的，应该明白电子支付业务有多么广阔的未来。不用跟我画饼了，我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。你现在应该正在跟eBay谈收购，对吧？马斯克笑容一僵，三金一下子就戳破了他最大的意图。没有，我没有跟eBay谈收购，今天来也只是单纯的想跟三金先生您谈合作。马腾松了口气，还好马斯克没有承认，我的股份保住了。马斯克先生，你的那点小伎俩，我刚出道的时候就用过。我猜你是想利用我狠狠地抬高 PayPal 价格，对吧？没这回事，我来找您真的是来谈合作的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咬死了，千万别承认。然而三金当即拨出去了一通电话。我是三金，是eBay的老板欧米迪亚先生吗？三金先生您好，很荣幸能跟您通话。我听说您最近正在跟 PayPal 谈收购，您是对电子支付业务感兴趣吗？其实我的灵感来源于您的淘宝，我也想做电商平台跟电子支付平台相结合的业务。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合作，我的支付宝已经把该踩的坑都踩遍了，而且 TT 流量有多大你也看到了，正好可以给eBay引流，怎么样，有兴趣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真的太好了。您是不知道 PayPal 的那个总裁给我报价15亿霸国币，我是真不想付钱买这么个业务不成熟的公司。呵呵，15亿的确不值得，合作的事情我找个时间再跟你细聊。好了，eBay 有了我这个合作伙伴，是绝对不会出15亿去收购 PayPal 的。甚至今天的消息发出去，霸国都不可能再有不长眼的公司敢收购 PayPal，跟我和eBay做竞争对手。三金先生好手段，佩服。
佩服。你到了我这个位置，掌控了我拥有的资源，手段不会比我差的。报价吧。我还有报价的资格吗？您出个价吧，只希望别太离谱就行。 5亿5亿霸国币是5亿大夏币。三金先生，你简直是在开玩笑，这些钱甚至不够支付公司遣散费的。遣散费肯定够了，只不过你们这些大股东拿不到什么钱就是了。不过比起破产清算来说，这已经是很仁义的价格了，不是吗？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，真的没法卖。马斯克先生，你这么着急卖掉公司，是想做其他领域的项目对吧？而我手里恰好有几个合适的项目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价格还没谈拢呢，居然还想让我跟你打工，真是把我当二傻子了吗？算了吧，咱们还是继续谈价格吧。你先看完了再说。接过手机，马斯克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三金给他看的正是他下一步想做的太空探索项目。上一世，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一发火箭上天，股价立马连续涨停。我的鸿蒙实验室汇聚了全世界最强的航天技术专家。下一步，我准备砸1万亿跟大夏官方合作，搞独属于我们大夏的空间站。未来的星空将飘满大夏的旗帜。来吧，跟我合作，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。出现了，老板又开始忽悠了。参与到这个航天项目中来，我需要付出什么？第一，将 PayPal7000万霸国币卖给我。第二，跟我签订长期劳务合同以及竞业协议。当然，我会给你适当的股份，也会给予你很高的权利和职位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加入我的航天项目能赚到的钱和名气，绝对比你自己出去创业多10倍乃至100倍。我这是被三金给反套路了吧？到底谁是猎人，谁是猎物？马斯克内心挣扎了许久，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。您开出的条件我无法拒绝。不瞒您说，我的下一个创业目标就是搞航天领域，只不过现在没这个必要了。Boss， 合作愉快。至此，未来的世界首富被三金收到手下。另外一边，哈佛大学的校长找到了 Facebook 总裁马特。其实我是想亲自去邀请三金来哈佛演讲的，但是最近三金拒绝所有霸国人的邀约，我怕吃闭门羹，所以想请你这个三金的下属去试试。马特啊，你可是咱们哈佛的精英毕业生，为了咱们哈佛的发展，这个忙你不能不帮哈。我肯定能把咱们学校的邀请转达到，只不过我不太敢确定我们老板愿不愿意来哈佛演讲。您知道的，最近霸国排名前20的投行老板全吃了他的闭门羹。我当然知道，不然来找你干什么？马特啊，三金可是凭借一己之力，让大夏的世界排名上升几10个名次的存在。要是他能来学校演讲，不但能提升学生的积极性，同时也能提升学校的影响力。我希望你能尽最大努力邀请到他。我说句实话，金总其实对咱们霸国人并不是很感冒，你也知道他跟基金会斗得有多狠。劳伦斯闪过一丝失落，艾瑞克是他的侄子，其实他找三金只是想说服三金同意红杉资本投资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带您一起去找金总。行，你能带我去见三金，那最好不过了。隔天，扎克伯格来到星讯大厦。金总，这位是哈佛大学的校长劳伦斯·巴克，他想跟您聊一聊。马特，巴克先生来我这，你为什么不提前通知一声？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出去吧，我跟巴克先生聊聊。我为什么这么怕金总？明明他跟我一样还是个年轻人啊。办公室内，劳伦斯说出了自己的请求。巴克先生，不是我不答应您的邀请，而是我最近实在太忙了。三金先生，我也就有话直说了。其实这次来找您，主要是想跟您谈谈 TT 融资的事情。校长，您一个教育界人士，难不成也想投资 TT 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认为 TT 是一家伟大的公司。普通公司用时间换金钱，伟大的公司用金钱换时间。TT 现在需要的就是全面快速的发展，融资成功之后，就可以立刻向全球市场大举迈进。融资的事情我已经在推动了，不过我不缺钱，所以不着急。那您有没有比较倾向的投行？理论上谁给的钱多，谁能拿出的资源多，我自然就会倾向谁。我猜三金先生应该已经知道了，其实艾瑞克是我的侄子，这次是他求我出面帮忙充当说客的。不过以我对红杉的了解，他绝对是这个行业最好的风投。那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之所以不跟红杉还有各大投行谈，是因为 TT 的估值还没有被推到最高。接下来我还会有更大的动作，您可以让红杉那边关注一下。等到我的大动作全部出完，我自然会同意跟他们聊。那能不能这样？您的大动作出完之后，保证第一个先跟红杉谈，这样我也好回去给我侄子交差。我答应您的话有什么好处呢？